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04期的洋洋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前不久 AJ37 被踩爆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大家对于 AJ37 这一款鞋心存疑虑。而在几年前的 NCAA 赛场上，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一双 PG 2.5被当时已经提前锁定状元签的西安踩爆了。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耐克的股价大跌，但是当时并没有人会怀疑 PG 2.5的实战性能。曾经3开、4开甚至2开的球鞋，现在价格却高达4位数。那究竟这样的鞋款现在是否还有购买的价值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虽然这一双鞋是 PG 2.5， 但是这一双鞋的外观是结合了1代以及2代的，我觉得叫 1.5 会更适合一些。外观就是 PG 2加上了 PG 1鞋身上的那一个前掌魔术贴，跟3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。而保罗乔治的篮球鞋最有意思的配色，非这一个 PlayStation 联名莫属了。鞋舌处的 PlayStation logo 以及保罗乔治的个人 logo里面都有着一个灯是可以点亮的，但是因为无法更换电池，所以这么多年之后，内部的电池早就已经没有电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再亮起来，这多少还是有点遗憾。而鞋身两侧的 swoosh 以及脚踝处的鞋带孔颜色都是绿、蓝、红、黄，也是 PS 游戏机手柄上面的按键颜色。而球鞋后半部分的漆皮包围以及前掌的魔术贴上面印满了 PS 的标志性按钮图标。球鞋的后跟处有着 Paul George 的字样，大底上面也有着他个人的 logo， 在中底橡胶的内侧印着93552，这是保罗乔治的出生地加州棕榈谷的邮编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配色的细节还是非常多的。作为一双终端鞋款，有这样的细节表现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。我记得当时官方定价好像是849，而2级市场上面普通配色3开也是可以随便买的。再看看现在2000多的价格，确实让人望而却步。而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搭载的是全掌的透明水晶大底，不管是在抓地力还是耐磨方面的表现都并不出色。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实战，它的抓地表现确实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，它的抓地表现就不能让我满意了。它对于灰尘的敏感度非常高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，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，脚底下才能踩得住。即便是擦拭了鞋底，它的抓地表现也并不出色，灰尘会牢牢的吸附在鞋底上面，非常的顽固。这双鞋只适用于干净的木地板或者是粗颗粒的橡胶场地，在其他任何场地上面实战，它的抓地力都没有办法满足需求。当然，如果你足够有米，水泥地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它的大底橡胶硬度是比较偏软的。当年300-400的时候用来打水泥地，当然是问题不大的，但是现在的价格还是算了吧。而在中底方面，保罗乔治的1到3代签名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全掌的 Phylon 加上前掌的 Unlock Zoom， 前掌扇形的 Zoom 气压非常高，并且中底的 Ocelot 鞋垫厚度是比较厚的，上脚实战基本上感觉不到前掌气垫的存在。但是这样的布置让中底的 Zoom 气垫性能得到了最大的释放，在实战的过程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它前掌气垫所提供给你的力反馈，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的直接。但是它大底比较糟糕的抓地表现，对于它在突破时的体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在3代更换了大底纹路之后，才算真正发挥出了这一块气垫的全部功效。而中底较硬的 Phylon 泡棉运用的也算是恰到好处，较硬的中底框架不仅让球鞋的整体抗扭有了保证，还能够让球鞋拥有更为自然的中底过渡以及更为优秀的滚动感。球鞋在跑动的过程中感觉非常舒适，滚动感表现非常不错，前后掌的过渡也非常的自然，不会有任何脱节的感觉。但是较硬的中底调教自然导致了它在缓震方面的不足，后掌的缓震几乎为0。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它的震感会从你的双脚直接传至你的天灵盖，震感非常强烈。如果你对于缓震有要求，它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。除了后掌缓震比较糟糕之外，其实这种类型的 Zoom 气垫在耐用性方面也一直是存在问题的，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气垫鼓包的问题，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
而在鞋面方面，使用了大面积的工程网布，加上部分位置的漆皮材质组合而成，鞋面的强度非常高，并且延展性也非常低。在前掌的绑带以及后半部分的中底橡胶上翻，都让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有进一步的增强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，并且它在鞋头大脚之处也增加了一块皮质材料作为加强，让你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被踩伤。这一点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设计，虽然非常的细微，但是真的等到用得上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加强是多么的重要。我手上的这一双鞋是美版的球鞋，所以它的鞋楦可能会比亚洲版的稍微偏窄一些。球鞋的鞋楦是明显有一些偏窄的，在我开始几次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，能够明显感觉到它是有点挤脚的。在大概第4次穿着实战的时候才差不多合适，但是在我穿着它进行实战的过程中，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，前掌的魔术贴还是会有分开的这一种情况存在。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脚型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，正常脚型都有点吃力。但是如果你的脚型合适，那这一双鞋可以提供给你非常紧致的包裹体验，双脚在鞋内不会有任何多余的空间，感觉非常棒。在变向或者是后撤步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也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。在包裹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前掌的魔术贴体验真的不是特别好，特别容易崩开。那如果能够把它的粘贴区域加大一点，一定会有更好的体验。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，鞋面的支撑性非常优秀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球鞋在后跟处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加厚处理，并且后跟四周都被具有一定硬度的皮质材料所覆盖，后跟内部也有着硬度比较不错的钢宝加持，让球鞋在脚踝处的支撑性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并且它脚踝处内层的鞋面是比较柔软的，对于脚踝处的限制基本上可以忽略，对于灵活性的影响非常小。在足弓处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上扳，并且内侧的动态鞋带孔是延伸至足弓处的，拉紧鞋带之后，能够明显感觉到足弓处会有非常明显的支撑加强。在足弓支撑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这一双鞋整体的支撑抗扭表现是非常出色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，它也同样出色。虽然前掌的气垫是这种有点突出的，但是穿在脚上的感觉，它的中底还是比较平整的，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凹凸不平的感觉，并且大底的面积还算比较宽大，在前掌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防侧扳脚，防侧扳脚的硬度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能够非常好的完成它防侧扳的工作任务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，穿它实战脚底下还是非常放心的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 PG 2.5， 重量是407克，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并不算优秀。不过这个配色在鞋舌里面会比其他普通配色多一个灯和电池，可能普通配色的重量会比这个配色低个10来克。不过这一双鞋它优秀的鞋脚一体性以及合理的整体重量布置，让它穿在脚上的实际体感重量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+，放在前几年这样的实战表现，300-500的2级市场价格，多囤个几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现在4位数的价格绝对是不值得购买的。现在跟它价格相当的篮球鞋有哪些呢？ GT Cut 1代，大家口中的神鞋，虽然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但是它的实战表现绝对是比这一双鞋要优秀的。还有什么呢？科比的复刻，先不说性能强弱，光是这一个 IP 的价值就远超 PG 了。你觉得呢？那这一双鞋为什么现在可以卖这么贵呢？虽然现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非常高，但是其实是有价无市的，很少有人会花这么多钱购买这个鞋款。其实货量是最大的一个原因，物以稀为贵嘛，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停产之后价格自然会上升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现在耐克推出的篮球鞋实战性能真的是不太行，一年里面一堆不适合进行实战的篮球鞋，个别可能还行，但是要说实战性能出色的真的是少之又少。所以以前实战性能还不错的老鞋，他们的价格现在都是没法看了，即使是以前大家都狂喷的一些鞋款，现在的风评都是有所回升的。除非你对于泡胶真的是爱的不行，那你购买这个鞋款我也可以理解，但是其他的兄弟们，我们几百块的国产都比它更能打，又何苦花这么多钱去购买这样一双性能与售价完全不匹配的鞋款呢？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